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俄烏戰爭帶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到底是什麼？是非對稱作戰、無人機，還是那些每個字拆開看都是謊言，合起來看全是科幻的俄式戰報？隨着俄烏戰爭跨入第5個年頭，全球的軍事專家都已經達成一個共識：無人機徹底改变了现代戰場的劇本。不管是執行前線偵察任務，無人機 Go， 或者炸後方煉油廠和導彈工廠，無人機 Go Go。哪怕是正面交鋒，依舊是無人機 Go Go Go。然而，就在全球都在瘋狂搶購無人機的時候，前 CIA 局長、美國4星上将裴卓斯卻急得拍桌子。他對台灣隔空喊話：“兄弟們，你們學錯了。台灣在俄烏戰爭中應該學到的，從來都不是買更多更貴的無人機，而是要站在烏克蘭的肩膀上，建立一套足以支撐無人作戰的完整的作戰體系。只要有了這套體系，台軍將徹底掌握現代戰場的主動權。那麼，這套讓前 CIA 局長都讚不絕口的無人作戰體系，到底包括哪些內容？烏克蘭又是如何用這套系統把俄羅斯拖入泥潭？最關鍵的是，台灣離這套系統還要走多遠的路？想搞清楚烏克蘭的無人作戰體系，我們必須來看看支撐這套體系裡的性能無比逆天的預警系統。很多人觀察俄烏戰場，只看到了無人機撞坦克的瞬間，但裴卓斯上将卻表示，那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真正決定勝負的是埋在戰場冰山下的作戰生態系統。烏克蘭的這套系統代號叫空中堡壘，之所以說它逆天，是因為這家伙不像傳統的電子系統那樣靠雷達搜索敵方動向，它靠的是聽力。烏克蘭在全國範圍內布置了約14000個靈敏的聲學感測器。這些感測器散布在民房、電線桿，甚至是樹林裡。他們每天不幹別的，就是專門捕捉俄軍沙赫德无人機或者巡航導彈那獨特的引擎轟鳴聲。與雷達發射波不同，它完全不發射任何信號。俄軍的電子戰飛機根本沒法干擾它。只要俄軍的導彈點火飛過來，這10000多個點位就會瞬間在後台形成一個3維的軌跡圖。這種窮人版的預警系統，效率竟然比昂貴的遠程雷達還要高。而這些海量的數據最後都會匯聚到一個叫 Delta 的戰場管理系統裡。這個 Delta 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戰場版的 U 板，它是烏克蘭程序員在戰火中敲出來的傑作，實時整合陸海空天所有的情報，不管是衛星拍到的俄軍車隊，還是大家用手機拍到的坦克照片，都會被 AI 自動標注在數字地圖上。前線的烏克蘭士兵打開平板電腦，就能像刷短視頻一樣看到方圓10公里內俄軍的每一個動向。這也是俄軍每次規模浩大的重裝奇襲都襲了個寂寞的原因。烏克蘭還成立了全球首個專責無人作戰的獨立軍種，他們不再把無人機看作是步兵的零件，而是把它提升到了戰略高度。他們有自己的訓練準則，自己的採購渠道，甚至有自己的軟硬件周更計劃。裴卓斯甚至指出，烏克蘭的國內廠商能根據前線的反饋，以周為單位修改導彈的制导代碼，形成一套敏捷開發的戰爭模式，迭代速度永遠領先俄軍古板的軍事運作速度。體系化的能力才是烏克蘭能撐過5年的核心原因，這絕不是光靠堆起無人機去瘋狂炸人家後方就能做到的。不過，如果你覺得這套體系只能用來防守，那你就太小看烏克蘭的手段了。最近，烏克蘭在黑海上演了一出終結者中才有的劇情。一艘無人船竟然背着一輛無人坦克，直接去端了俄軍的後院。這波俄羅斯套娃操作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時間回到7月13日，尼古拉耶夫州的金布恩沙嘴，這地方是俄軍在黑海北岸的一個死角。由於俄軍布置了密密麻麻的火炮和雷達，傳統的2栖登陸基本就是給對方送人頭。但烏克蘭第123獨立領土防禦旅卻整了個花活。他們先是遠程引導一艘自制的無人水面艦艇，悄悄穿越了黑海的封鎖線。在這艘船身上還背着的一個大家伙，一輛名為舍利的武裝地面機器人。當無人船衝上沙灘，後艙門開啟，這輛裝着 PKT 機槍的機器人直接開下了船。它不需要士兵登陸，不需要冒着被炮擊的風險，而是直接順着沙灘潛入了俄軍的陣地後方。然而，在幾百公里外的地下室裡，烏克蘭的操作員通過衛星鏈路控制着這台舍利在俄軍的壕溝裡瘋狂潑灑子彈。這就是世界上首次已知的海上無人平台運送地面機器人的實戰任務。大家或許不明白這個首次的含金量，它讓士兵徹底擺脫了登陸作戰的風險。
對於同樣身處海島、同樣面臨漫長海岸線防禦壓力的台灣來說，這簡直就是為了防務量身定制的教科書。台灣不再需要讓寶貴的陸戰隊員去沖灘，只需要在那些高價值的礁石或者灘頭部署幾百個這種能自我增值的機器人節點，然後給予敵人迎頭痛擊。分布式、集群化、跨域化，正是未來10年海戰的真理。然而，當裴卓斯上将拿着烏克蘭這份滿分答卷，轉頭看向台灣時，他卻急壞了，因為他發現台灣雖然嘴上說着要學烏克蘭，身體卻依然很誠實的在買那些上個世紀的寶貝。我不禁想問大家，在無人化轉型上，台灣到底卡在了哪道關口？根據《外交時報》刊登的專文，裴卓斯的話說得很重。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目前的採購思維還停留在大型、昂貴、有人操作的迷信裡。雖然台軍買了很多頂級的戰機和坦克，但在裴卓斯眼裡，那些東西在成千上萬枚自殺式無人機的圍攻下，脆弱的就像紙糊的。現在的台灣防務似乎患上了武器囤積症，大家覺得只要倉庫裡的無人機數量夠多，就能像烏克蘭一樣擋住重裝機群。但裴卓斯認為，如果台灣始終沒有完成與無人作戰相配套的制度改革，沒有配套的數字化骨幹，沒有像德爾塔那樣的指揮大腦，那這些無人機在戰時就是一群無頭蒼蠅。更扎心的是，今年立法院還刪除了一部分無人機的預算，直接影響後續量產與美台合作計劃。另外不能忽略的是，由于台灣無人機作戰體系還未成熟，繁瑣的採購流程、死板的軍事準則，往往讓一項新技術在還沒走下產線時就已經過時了。你買一架無人機可能要經過3年的評估、2年的招標，而烏克蘭代碼1周就要更新一個補丁。工業時代與信息時代的速率差，才是目前台海防衛最大的短板。正如裴卓斯強調的那樣，台灣最缺的不是那幾根碳纖維機翼，而是那一整套能連接雷達、聲納、衛星，以及每一個士兵手持終端的本土化直管系統。台灣需要的是海上無人載具在海峽中間巡邏，需要電子戰系統隨時能燒毀對方的鏈路，更需要一個能讓工程師在戰場前方直接改代碼的實戰生態。就我看來，台灣不該變成一個昂貴的武器陳列館，而是成為一個數字化的仙人球，讓任何試圖觸碰它的力量都感到鑽心的疼痛。那麼，面對這些忠言逆耳，台灣到底該如何完成這次華麗轉身？如何把這座島嶼真正武裝成一個不可逾越的無人作戰思維？台灣該如何從俄烏戰場中學到東西？其實，裴卓斯與美國陸軍前軍官布魯爾已經在文中給出了答案。首先，台灣必須建立一套本土化的戰場管理系統，我們可以叫它台灣版 Delta。這可不是說大話，台灣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芯片能力和軟件工程師，這些人才有些還在台積電卷加班。當他們進入防務體系，全力打造這套系統，就能把全島成千上萬個民用攝像頭、氣象站和聲學感測器連成一張網，讓每一艘船點火，每一架飛機升空，都能在0.1秒內變成手機上的推送。這就是所謂的全息態勢感知，讓你在開火前就已經贏了一半。其次，要成立專門的無人作戰司令部，不要再把無人機當成步兵或炮兵的附屬品，而是建立一套完全獨立於傳統官僚體系的採購和訓練標準。這種軍種具備周更能力，前線反饋某個頻率被干擾了，後方的實驗室當天下午就要寫出擴頻算法。這種小步快跑的靈活性才是小博大的唯一機會。最後，台灣應該重點發展海上無人機群。台灣是一個熱島，海峽就是最天然的防火牆。台灣應該造出大量成本只有幾萬美金、帶着高爆炸藥的小型无人艇。這些無人艇平時像魚群一樣潛伏在海底或港口，一旦有變，就能通過集群算法像蝗蟲一樣撲向任何試圖靠近的目標。這就是烏克蘭在黑海交給全世界的方案，絕對的數量可以抵消絕對的噸位。第四是建立戰時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生產線，必要時候授權民間的中小企業，甚至是巷口的车床店，讓他們具備在戰時大規模組裝廉價無人機和機器人的能力。只要標準統一、接口開放，任何一個地下室都能变成一個作戰作坊。這種藏兵於民的韌性是任何飽和打擊都無法徹底摧毀的。最後也是最核心的電子戰能力的體系化。無人作戰的命門是鏈路，台灣需要建立覆蓋全島的高強度干擾和反干擾矩陣。
你要保證自己的無人機能通過低軌衛星或跳頻技術活下來，同時要讓對方的偵察機飛過來就變瞎子，讓對方的導彈飛過來就撞南牆。總的來說，裴卓斯想告訴台灣的防務真相其實很簡單，別再盯着那些會飛的鐵疙瘩了，多看看那些流動的代碼和無形的電磁波。台灣要把島上的頂級科技底蘊和軍方深度綁定，打造出一種全世界沒人能看懂，但誰來誰倒霉的非對稱防線。當台灣的灘頭不再僅僅堆滿沙袋，而是布滿了感應器和自動火控站；當台灣的海峽不再只有昂貴的驅逐艦，而是游曳着成千上萬個海上套娃機器人，那時候主導權才真正回到了防禦方手中。当然，以上都是裴卓斯的觀點。就我看來，由於地理環境和防務力量的不同，台灣該如何學習烏克蘭，還存在大量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地方。唯一值得肯定的是，無人化体系作戰是絕對無法繞開的破局點。最後，我不禁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你是決策者，你是会選擇買幾架昂貴的有人隐身机，還是会選擇建立這套覆蓋全島、能自動識別每一只海鳥的無人作戰體系？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討論。好了，本期關於俄烏戰爭對台啟示的解析到這裡就結束了，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別忘了長按點讚給個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